大家好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今天我要给大家讲一个特别感人的故事，关于一位从大连嫁到台湾的新娘小文的亲身经历。这个故事让我深刻体会到，两岸婚恋文化虽然同根同源，却也因地域差异而各具特色。小文是我多年前介绍给台湾小伙子阿正的，两人相识相恋后，决定步入婚姻殿堂。原本小文对台湾婚礼充满期待，毕竟在大连，婚礼讲究排场大、体面，可谓是要风得风，要雨得雨。谁知道真正的台湾婚礼却给了他一个巨大的惊喜。丽姐，我原本以为台湾婚礼会很简单，甚至有点简陋。小文在婚后跟我视频聊天时说，毕竟大家不都说台湾经济不如大陆发达吗？结果我真是大错特错了。是啊，这就是很多大陆人的误解。台湾虽然地方小，但经济发达，人均收入高，社会福利完善，生活品质不比大陆差。只是台湾人的消费观念和价值取向与大陆有所不同，更注重实用性和精神层面。小文告诉我，她婚礼当天没有看到大陆常见的豪车队伍，没有动辄几十桌的盛大宴席，没有烧钱的烟花表演，更没有令人眼花缭乱的中西结合形式。但就是这样一场看似朴实的婚礼，却让她感动得泪流满面。台湾婚礼真的太有人情味了。小文激动地说，阿正的家人亲自张罗所有事情，不是找婚庆公司全包，而是亲力亲为。婆婆一大早就起来准备传统点心，公公和阿正的叔叔们布置场地，亲朋好友都来帮忙，大家脸上洋溢着真诚的笑容。那种氛围，那种温暖，是金钱买不到的。这话说的真是太对了。在大陆，尤其是一线城市，婚礼已经变成了一场比富比阔的秀场。新人忙着挑选奢华的场地，定制昂贵的婚纱，准备豪华的婚车队，办超大规模的宴席。婚礼变成了一场消费比拼，新人和家庭背上沉重的经济负担，甚至因此而欠下婚礼债。相比之下，台湾婚礼更注重仪式感和传统文化的传承，小文的婚礼就完美诠释了这一点。你知道吗，丽姐，台湾婚礼虽然规模不大，但每个环节都很有讲究。小文继续说道，比如大订仪式，就是我们大陆的订婚。阿正的家人送了12礼，包括茶叶、糕饼、金饰等，每样都有美好寓意。婆婆还特意送了我一套祖传的金饰，说是传承，我当时就感动得不行。台湾婚礼保留了很多传统习俗，如闹洞房被称为玩新郎，新娘要准备嫁妆，新郎要准备聘金，还有迎亲时的过火盆、抢新娘鞋等环节。这些传统习俗在台湾得到了很好的保留和传承。小文说，最让我感动的是台湾婚礼的谢亲恩环节，新人要向双方父母敬茶，表达感谢之情。阿正在敬茶时对他父母说的那番话，真的让在场所有人都哭了。他说，谢谢爸妈这么多年的养育之恩，以后我和小文会好好孝顺你们。简单朴实的话语，却情真意切，听得我泪流满面。这个谢亲恩环节在大陆婚礼中也有，但往往流于形式，被繁琐的仪式和热闹的氛围冲淡。在台湾，这个环节被赋予了更深的情感和意义，成为婚礼中最感人的部分。小文还提到了台湾婚宴的不同之处，台湾婚宴通常在酒楼举行，菜色固定为12碗或16碗，象征圆满和美好。虽然没有大陆婚宴那么多花样，但每道菜都很精致，有丰富的寓意。比如全鱼代表年年有余，红蛋象征喜事连连。最有意思的是，台湾人很重视面子，但这个面子不是靠铺张浪费来撑的，而是靠真诚相待、礼数周全来维持的。婚宴上，台湾新人会挨桌敬酒，亲自向每位宾客表达谢意。阿正和小文花了整整2个小时，走完所有宾客的桌子。虽然辛苦，但这份真诚和尊重让小文深受感动。丽姐，在大连，我参加过很多婚宴，新人常常忙着换装、拍照，根本顾不上招呼宾客。而在台湾，新人把宾客放在第一位，亲自敬酒道谢，这种重情重义的态度真的很令人感动。小文感慨道，不仅是婚礼仪式上的差异，台湾和大陆在婚恋观念上也有很大不同。小文告诉我，台湾年轻人结婚相对晚一些，男生通常要到经济稳定、有一定积蓄后才考虑婚事，女生则更注重个人发展和婚姻质量，
不会因为年龄压力而匆忙嫁人。在台湾，30岁还单身完全不是问题，没人会给你扣剩女剩男的帽子。小文说，我认识阿正的表姐，都35了还单身，家里人从不催婚，反而支持她追求事业和梦想，这在大连简直不敢想象。我才27岁，家里人就已经着急的不行，各种相亲饭局安排的满满当当。确实如此，大陆传统观念中，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的思想根深蒂固，特别是在一些2、3线城市，未婚女性只要过了25岁，就会面临巨大的结婚压力。而台湾社会则更为开放包容，对婚姻有着更理性成熟的态度。台湾女性的独立意识也更强。小文告诉我，台湾女生即使结婚后，大多数也会继续工作，不会因为结婚生子就放弃职业发展，而且家务分担更加平等，丈夫会承担相应的家务和育儿责任。阿正每天下班回家都会主动做饭、洗碗，周末还包揽了大部分家务。小文笑着说，刚开始我还不习惯，总觉得该我来做这些事。但阿正说，夫妻是平等的，家务当然要共同分担。在台湾，男生不会因为做家务而感到丢脸，反而会因为体贴妻子而受到赞赏。这种平等的夫妻关系让小文感受到了满满的尊重和爱意。在大陆，虽然年轻一代的观念已经在改变，但仍有不少男性认为男主外，女主内是天经地义的。女性承担了过多的家务和育儿责任，造成了不小的婚姻矛盾。谈到彩礼问题，小文也直言不讳地表达了自己的惊讶。台湾根本没有大陆那样的天价彩礼，阿正给了聘金大概相当于10万人民币，这在台湾已经算是很体面的了。而且这笔钱大部分都用来置办新房和婚礼了，婆家并没有把它当成卖女儿的筹码。大陆有些地区的彩礼已经高到离谱的地步，动辄几十万上百万，给男方家庭带来沉重负担。彩礼本应是表达诚意的礼物，却变成了衡量婚姻价值的砝码，让很多年轻人望而却步。相比之下，台湾的婚恋观念更加务实健康。还有一点让我特别感动，小文继续说，台湾重视婚前教育和沟通。我和阿正结婚前参加了他教会组织的婚前辅导课程，学习如何经营婚姻、处理冲突、规划未来。这在大陆几乎是没有的，大家都以为结了婚自然就会过日子，其实不然啊。婚前教育在台湾很普及，无论是宗教组织还是民间机构，都提供各种婚姻辅导服务，帮助新人做好心理准备，减少婚后摩擦。而大陆的婚恋市场则更注重门当户对、有车有房等外在条件，对婚姻本身的认知和准备却相对不足。小文还提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，台湾人结婚很重视好日子，会找择日师挑选吉日良辰，这点和大陆差不多，但台湾人对结婚登记却不那么在意，很多人婚礼办完好久才去登记结婚。而在大陆，大家都抢着在520、13、14这些有意义的日子扎堆登记，为了一个吉利的数字，民政局都挤破了头。这反映出两地对婚姻仪式与法律程序的不同重视度。大陆人更注重形式上的仪式感，而台湾人则更看重实质性的情感连结。最让我感到温暖的是台湾家庭之间的平等关系。小文感慨道，在大陆，很多婆媳关系紧张，常常因为育儿观念、生活习惯等问题起冲突。但在台湾，各自家庭的观念很强，婆婆不会过多干涉儿子的家庭生活，儿媳也会尊重婆婆的意见，大家保持适当距离，反而关系更融洽。小文和婆婆的相处模式就很健康，他们每周见面1、2次，一起吃饭聊天，但婆婆从不随意到小文家突击检查，也不对小文的家务能力指手画脚。这种相互尊重的关系让小文感到轻松自在。丽姐，我最初对台湾的印象还停留在小清新、经济落后这些刻板印象上，实际生活后才发现，台湾社会真的很发达，民众素质高，公共服务完善，生活品质一点不比大陆差。小文坦言，尤其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加真诚、平等、尊重，正是金钱买不到的幸福感。是啊，台湾确实不是很多大陆人想象中的穷困小岛。台湾的人均 GDP 长期高于大陆，医疗、教育、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体系完善，民众生活水平高。虽然近年来大陆经济快速发展，
一线城市的繁华程度已超过台北，但在社会文明程度和生活品质上，台湾仍有其独特优势。小文还跟我分享了一个婚后让她特别感动的事情。在台湾，结婚后第一个农历新年要回娘家过头尾牙，女婿要给丈人压岁钱，表达敬意。这个习俗和大陆类似，但重视程度更高。阿正特别重视这个仪式，不仅准备了丰厚的红包，还亲自挑选了很多台湾特产带回大连给我爸妈。小文说，最让我感动的是，他提前学了几句大连话，见到我爸妈时，用蹩脚的大连口音说，爸妈，过年好，把我爸妈感动得不行。这种走心的做法比任何贵重礼物都更有意义。台湾人很注重这种传统礼节，不是为了形式，而是真心实意地表达尊重和感情。阿正对待岳父母的态度让小文倍感温暖，也让他看到了台湾式婚姻中的那份真诚与用心。说到两地的住房问题，小文也有不少感慨。在大连，没有房子简直不敢谈婚论嫁，男方必须有房才能娶到媳妇。来台湾后才发现，这里的年轻人大多先租房生活，等经济条件好了再考虑买房，完全不会把房子作为结婚的先决条件。台湾房价也不低，尤其是台北市区，但台湾社会对租房的接受度远高于大陆。很多台湾年轻人结婚后会先租房，或者住在父母提供的房子里，慢慢积累资金，再购置自己的房产。这种务实的态度减轻了年轻人的经济压力，也让婚恋关系更加纯粹。我和阿正结婚时，他家给我们准备了一套小公寓作为婚房，虽然只有60多平方，但装修得很温馨，位置也很便利。小文说，在大连，这样的房子可能会被亲戚朋友嘲笑太小不体面，但在台湾，大家更注重生活品质，而非房子大小。阿正的很多同事朋友条件不错，却住在更小的公寓里，他们把钱花在旅游、进修等更有意义的事情上。这种理性的消费观和价值观，让台湾人的生活更加从容自在。相比之下，大陆一些城市的房子至上观念，则给年轻人带来了沉重的负担，甚至扭曲了婚恋关系的本质。谈到婚后生活的变化，小文充满感激。嫁到台湾后，我的生活理念发生了很大变化。以前在大连，总觉得要买名牌包、开好车、住大房子才有面子。来台湾后发现，这里的人很少攀比这些表面的东西，即使是有钱人，也生活得很低调朴实。台湾社会确实不太热衷于炫富文化，而更注重生活的品质和内涵。即使是经济条件优渥的家庭，也会过着简朴的生活，把钱花在健康、教育、文化等方面。这种健康的消费观让小文重新审视了自己的价值取向。现在我和阿正每个月都会存一部分钱，计划明年去欧洲旅行。小文高兴地说，我们不追求豪车名表，而是享受简单而有质量的生活。每周末我们会去爬山、看展览、参加社区活动，这些花钱不多但很充实的事情，让我感到前所未有的幸福。这种生活态度的转变，让小文更加珍视婚姻中的情感连结，而非物质条件。他告诉我，在台湾，夫妻之间更注重精神层面的交流和共鸣，家庭氛围更加和谐融洽。阿正每天下班回家，第一件事就是问我今天过得怎么样，有什么开心或不开心的事情。小文说，我们会一起做晚饭，聊聊各自的工作和生活，分享有趣的见闻。这种日常的陪伴和交流，比任何豪华礼物都更让我感动。台湾的婚姻文化确实更注重用心，而非排场，更强调情感交流，而非物质条件。这种健康的婚恋观念也影响着两岸年轻人的择偶标准。在大连，女孩子找对象基本上是3高标准：高学历、高收入、高颜值，尤其是有车有房，几乎是硬性要求。小文说，而在台湾，女生更看重男生的人品、责任感和处事态度。阿正的很多女同事嫁给的都是普通收入但性格好、有责任感的男生，婚后生活得很幸福。台湾女性的这种择偶观源于她们的独立意识和自我价值认同，她们大多有自己的事业和收入，不需要依附男性生活，因此在选择伴侣时更注重情感契合度和人格魅力，而非单纯的经济条件。丽姐，我想说的是，台湾婚礼的朴实无华，恰恰反映了台湾人对婚姻的认真态度。小文感慨道，
他们不把婚礼当成表演，而是真心实意地庆祝两个人的结合，见证家庭的诞生。这种纯粹的幸福感是最让我感动的地方。小文的故事让我深受触动，两岸同文同种，在婚恋文化上既有相似之处，也有明显差异。大陆婚礼注重排场和体面，台湾婚礼则更重视传统与人情味。大陆婚恋观念受物质条件影响较大，台湾则更看重情感连结和人格特质。大陆家庭关系较为传统，台湾则更趋向平等与尊重。这些差异并无优劣之分，只是反映了不同区域的文化特色和价值取向。但小文的故事提醒我们，婚姻的本质是两个人的结合与家庭的建立，而非外在的排场和形式。真正的幸福来自于相互理解、尊重和陪伴，这一点在两岸都是相通的。作为一名从事婚恋服务多年的红娘，我见证过无数对新人的喜悦与幸福。我衷心希望，无论是大陆还是台湾的年轻人，都能跳出物质和形式的束缚，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伴侣，建立和谐美满的家庭。婚姻不是终点，而是新生活的起点。愿每一对新人都能携手同行，共同创造属于自己的幸福故事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，感谢大家的收听，我是丽姐，我们下次再见。